Hello，神剧亮了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李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神剧亮了，我是陈哲远。用一句话激起观众们对一笑随歌的兴趣，你们会说相爱相杀，求你们了，快来看吧，求你们了，跪求。想问问你们俩选择《一笑随歌》这部剧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它非常的酷飒，跟之前的角色可能会有一些差异，也比较的猛一点吧，比较厉害一点，打戏比较的多。首先是因为听说有一个很好的对手演员，这有点不真诚吗？这个是不是有点夸张了？看到剧本的时候，他跟之前看到过的那些男主不太一样。他的这个杀伐果决，他的一些行为做法，会引起我的想要去探寻他，想要去呈现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这种心态。首先，他画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眼妆，亦正亦邪。从妆造上，可能是没有看到过他的这个形象，比较的带感。一上来，因为我们俩互掐的比较狠，相爱相杀，两个人因为都很强，是敌人的关系，会有点带感，能动手绝对不废话的那种，是一个双强的这样子的一个设定，比较的特别。刚才哲远说凤随哥就是在外当狼，在家当狗，在家就是小狗，是这样子的吗？你不觉得吗？我对你还不狗啊？没有，也是有一个过程的。刚开始我们两个是互相利用的嘛，他肯定是有他自己的谋略和策划，但是呢，逐渐发现，哎，好像是同类相吸，惺惺相惜。发现傅一笑身上的这些特质有一点触动到他，有一点感同身受，从合作者慢慢就变成了灵魂伴侣。在家里面的时候会很温暖，比较听你的话，比较尊重傅一笑的感受，比较照顾守护他。他在戏里的时候会有一些设计，比如说后期的时候一起去做任务，他非常希望帮我拿我的道具，他说管他，我就是要帮你拿。他的道具呢，他就老想让他的属下帮他拿。他在现场跟我掰扯了半天，就是你给我，你给我，你给我。毕竟在谈恋爱嘛。随身的一把剑，可能他会认为我自己拿，如果不是在作战的时候会怕你比较辛苦，他说我来帮你拿。他说这个是细节，我说行行行，那给你展现的机会吧，满足你一下。他可能想要展现他的男友力吧，这是他的设计。傅一笑本身自己也是一个非常缺乏温暖和爱的人，他们俩都很孤独，在别人眼里可能你是肃杀的大皇子，你也是杀伐果断的摄政王，但是在他眼里他只是凤随哥，他可以看到他最底色的一面。这段期间和彼此合作下来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？真的还挺开心的，我觉得让李沁老师先讲。我们俩会对于角色的交流会比较多一些，每天在化妆间一早上来就一直在聊今天这个戏啊，怎么演人物状态啊什么的。他真的是那种很认真，对自己的角色会有自己的想法。我觉得这个其实挺难的，你知道吗？很多时候虽然说可能我也会有一些想法什么的，我就会觉得说这是对的还是错的，会有一点犹疑什么的。像你的这种心态的话，做自己，我的心态就是做自己。因为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对错之分，怎么来评判一个对你内心真的很坚信这个事情是对的？他是有这个信念感的。确实是没有绝对的对和错，可能只是在有很多种方式的情况下，会选择一个相对会是最好的一个方式。比如说你同样是展现你们两个人物关系里面一种，比如说他守护你，你可能在演的时候其实是有很多种方式啊，牵手啊，拥抱啊，那我可能就会选择一个我认为符合人物的最能够表达的这个方式。因为拍近景是分开拍的嘛，拍我近景的时候那些情绪戏什么的情感戏，他也会一遍一遍用他那边就是很投入的情感来帮我搭戏啊什么的，很敬业，能碰到这样的演员我真的太幸运了。我们傅一笑是一个超强射手的设定，想问问沁沁是怎么把傅一笑射箭诠释的又有力量又有美感的？真酷。古若老师会给你很多的这个指导，前期也会有一些补训嘛。我的这个人物技能就是射箭，有的时候确实是拍的比较重要，镜头啊给你烘托的感觉你很帅，会用很多的镜头、机位、运镜来帮助你呈现，感觉你哇气场2.8米的，都是大家每一个人的努力帮我去塑造和完成这些。从喊别人哥哥到成为真正的哥，想问问大家在剧中都是怎么称呼你的？叫别人哥哥，有一个称呼我还挺那个啥的，还是比较有感觉。因为那个称呼是剧本里没有的，是跟我他的父父皇亲叫他哥儿是吧？对，因为我跟我父亲在剧里面关系不是很好。有一场戏我们在演的时候，他看着我很认真的跟我说话的时候，叫了我一声哥儿，我当时就觉得有点绷不住了，一直是站在对立面的，但
其实说到底，他终究是我爹。在我的视角，可能他对我没那么好，但也是一直把我当他的好儿子。他那一句一出来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很真切的那种父子之间又有对抗，然后又抹灭不了的这种血缘的关系。不同的这个称呼，感觉还是可以展现人物关系啊，亲密程度、熟悉程度。我反正一直叫你一笑嘛。是吧？他也不叫随哥，他也不叫哥儿，叫哥儿不就让你串屏了吗？一下，要不然就叫我哥哥吧，哥哥。这有点，不是，你是一直握着这个解压神器是什么？这是真的爽，你要不要玩？给我们聊聊剧中两个人情感发展的过程吧。这很难不喜欢吧？长得这么漂亮，有很多个阶段还是很清楚的，江湖传言也好，设定也好，都是杀伐果断，非常的冷血。但是其实，在傅一笑看到的凤随哥也是非常的正义和善良的。其实傅一笑有很多次身处险境，他也是第一时间来保护你和帮你解决这个困境。很多次的这样子的事情累积叠加，他们是一次一次走进彼此，不是说一上来立马从敌人变成了爱人。就像女孩子被保护3次以后，你会觉得英雄救美，对吧？那她经常英雄救美，当然傅一笑也会去救她，两个人彼此互救。女孩子被保护3次是什么梗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，就肯定会对她的情感浓度会逐渐的往上走嘛。那凤随哥对傅一笑刚开始射完那一箭，我们在拍那一场，就是你被鞭刑的那场戏的时候，我的手下在那里鞭打他。当时有拍我的一些特写什么的，觉得这个女孩很坚强，挺坚强，然后就很倔，会在想这些阴谋啊什么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嘛？一直在观察，到后面可能有些许的心疼吧。到后面之后呢，就发现你失忆了，发现这个事儿好像跟你没有关系，原来你也是受害者，也是在这个联手的过程中发现他身上很倔，很孤独，没有人爱，还被背叛背刺，还能长这么大。对于两个人来讲，活着是最重要的。所以就是这两个人都是生命力非常的强，即使经历了很多的苦难，但是他们还是要向阳而生，还是有非常坚韧的这个生命力。两个角色的底色非常的像，可能就会彼此吸引。两个同病相怜的人成为合作者，一步一步的去探查真相。他想要驯服我，结果这个女的就是不服。驯服，想知道真相而已。击中我最愿意跟他合作，其实就是他的这个条件。你不想知道真正想要弄你的人是谁吗？只有这个才让我撬开了我的嘴巴和触动到我。在演对傅一笑和凤夕阳的感情的时候，怎么区分这种不同的宠溺感呢？请问这两种宠溺是怎么区分的？怎么了？就问一下呀，如何处理的？这区分的可太大了。你知道，对妹妹的感情是我这个妹妹，她是我唯一的亲人。我在保护自己的同时，我还得把她给保护好。现实生活中，大家可能都会碰到的，做家长的，你真的没有办法去管你自己的孩子的那种感觉，恨铁不成钢。怎么就非得喜欢上一个这样的人？你不知道他是我对手吗？你不知道他想让我死吗？我这么多年的仗，你都不知道是跟谁打的吗？你喜欢上那个人，我真服。但是你又没有办法，很痛苦，很纠结，但还是得放手，让他自己自由的去翱翔。只有他自己把头撞破了，他才能知道该往回走。这种情感，那对傅一笑那肯定完全不一样，两个人互补的吧？这怎么能扯到一块去呢？比方说，我跟妹妹演戏的时候，我就不会想着要输，我就会想着大哥，我在为你好，你懂不懂？你知道吗？跟傅一笑演戏的时候是看不出来，我喜欢的是你。会有一些细节吧，他跟顾荣耀两个人就第一次见面，因为他是一个浪子的那种感觉，见到美女就是孔雀开屏，看到扎了很多强制爱，前面我俩就在背后非常较劲。要强制爱，我强制恨了我。还有其他的细节就不能说了。什么细节？比如说拍吻戏啊，吻戏害羞吗？人家可是拍过很多，你都要向他学习，还有很多经典的片段在网上流传。他也有很多啊！我想起来了，我们第一次拍完吻戏之后，我回去就去搜那个李沁吻戏合集。我都没有拍过什么强烈的那种吻戏，但是你拍的吻戏都很出圈。没有他出圈，在现场我都是说很多场戏都是要有一些变化的嘛，因为比如不同的阶段你们两个的是不是演的不一样？但是我们导演也希望有一些变化嘛。男主被活埋，女主徒手挖土救男主，能不能给我们聊一聊这场戏？哇，我好难演这场戏，我最难演的就是这场戏。我就
希望他活下去嘛。这个时候我就要拼命的去救他。当时因为他是没有准备的，他就循着那个记号就去找他了，发现了不是新的，就被活埋了，可能生爬没有办法呀。当时情急之下很怕他就支撑不住了嘛，没有别的工具，就只能刷自己用手拼尽全力的去救他。哇，当时都快缺氧了，30多度吧，就最热的时候，非常的激烈，那个戏浓度也很高，越扒越疲惫那种感觉，他还要整个脸上都被埋上土，确实很惨，土都是盖在脸上、鼻子里啊、耳朵里全部。导演还是喜欢这种比较极致的表达，非常的有画面和视觉的冲击力。那个挖很难挖的，就是用手都是很硬的那些土啊什么的石头啊，你还挖的手都破了，是不是？但是还行，就是算是演完了。天气又热，真不容易。我当时有一个神奇的，就突然冒出来的想法，躺在那个坑里面嘛，一勺一勺盖的时候，闭着眼睛就在想，如果真的把我埋在这儿了，我真的在这个土里面，我第2天会不会发芽呀？我会不会在这里面待久了就长成一棵树了？这个思绪好飞啊！好多东西埋到土里面都能长出来一个新的生命什么的，我是不是进去之后就能进化了？这个戏是你拍的打戏最多的了，是不？是的，其他的戏还是会有很多情感类的，一段时间有一场打戏，这一段时间有一场情感。快问快答，谁在片场经常爆梗，是行走的氛围制造机？督导吧。导演，谁的撒娇水平更强，会不自觉地露出可爱的表情？对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。本来想选你，我什么时候撒娇了？你撒的是另外一种娇。我是什么？你模仿一下。我没有认为我在撒娇，然后你认为我在撒娇的这个感觉是怎么表情？来学一下。我就觉得我挑眉就是在撒娇。不是挑眉了，是这种。又来一遍，只有这一个标志性动作吗？就是你碰到一些什么你想让我干的事儿就。我什么时候让你去做了？不是，我是给你鼓励的时候。谁的胆子比较小，是易惊吓体质？你胆子挺大的，我没有看到他怎么被吓过。那你也还好吧？你有被吓到吗？我就不说了哈，不说了就明白了啊！我知道了，那就是他，主要是他那个节目，那是节目效果。我平时就是你看，就我胆子挺大的啊！我知道了，那就是他。一句话形容一下每天开工和收工时的心情。开工，收工，开工。我们都是很敬业的。收工也嘻嘻。开工的时候，呀，收工。无效随歌剧组团建的话，最想一起做什么？做家务。环中去做家务，这个想法好啊，大家都会感谢你的，你真好。觉得对方身上最有魅力的一点是什么？眼睛吧。它就是整体啊，就是一个整体的气质，非常适合古装。古装就是需要这种线条非常的流畅。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《一笑随歌》播出之后会带给观众们的视听体验感。视听体验绝对会跟其他的不一样的。Yes。视觉上面应该还是会带感嘛。因为我们导演一直说他不喜欢别人1.5倍速来看戏，我们这个戏的节奏啊，包括这个剧情，应该会让大家没有这个1.5倍速看剧的机会。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对方在你眼里的打戏状态：身手敏捷，动若。妥妥啊！但他的打戏的动作还真的挺干脆利落的。你用功有很多那种转身呐，每次一转身，他的那个衣服飘起来，头发飘起来，在画面里就会非常的有那种侠女的感觉。但你们都不知道，他在做这些动作之前练习了多少遍，受了多少伤，花了多少力气，真的不容易，才能做到这么好。Respect。听出来这个虚情假意没？他的打戏就是杀伐果断，他比较狠，他的招式都是一招致命那种。他骑马骑得比较好，因为他开机前就有来训练，我觉得他骑马骑得比较帅。你怎么不提一下我单手上马的那个帅气动作？要说吗？那天想在他面前耍帅失败了。他有一场戏是上马，他说我一会儿给你演一个单手上马，很帅气的那种。好，我说行，我就坐在监视器那，我就静静的观赏你的表演。他就3次都没有夸上去，我还把他录屏录下来了。然后我说以后你得罪我的时候，请看你的小视频啊，有点可爱。刚准备上去的时候就出溜下来了，耍帅失败，上到一半卡在那个马肚子了。他平时真的是可以的。那天那个衣服太大了，如果是穿我这种衣服的话就可以。我们有什么什么的话，这个视频就作为一个福利吧，行吗？比如说什么热度值破多少了，我们就把这个视频作为一个奖励。热度值破1000作为鼓励是吧？你放心，是可以的，没有什么不可以。